Let's pull this up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最新一期 Police。今天我们来 NECA 幻影工作室漫画版武士乔特。拆盒取物：乔特本体，2把武士刀，一顶斗笠，一柄火把，一件披风，3对替换手型。之前鲨鱼人阿马贡那期节目里讨论过，幻影工作室2位主创 Kevin Eastman and Peter Lott 非常喜欢自己笔下的原创角色。希望帮他们的走出印刷品二维世界，以立体商品的形式留存于世。可是当时美系玩具厂商 Playmates 非常保守，他们需要确保厂牌的每一款玩具商品都会大卖。故此，当商品选题会时出现武士乔特画稿的时候，现场一片沉默。武士乔特最早出现在1992年5月出版发行的漫画期刊，它由幻影工作室旗下作者 Michael Dooney 所创作。武士乔特在《忍者神龟》第1卷第46期、47期，名为《面具 Part 1、Part 2》中出道。他是一位怀揣武士荣誉感，但愚忠于主公的类暴龙蜥蜴变种人打手。不巧，他的主公正是漫画中的常驻反派之一萨万蒂·罗梅罗。2期漫画情节较为平庸，始于1373年封建时代日本。武士乔特开门而入，向他的主公汇报迟到原因。此时，罗梅罗戴着复印标题的面具，对着武士乔特大放厥词。现代的忍者神龟见到前来求助的友人服部五代，在时间女王雷尼特的帮助下，回到了过去的日本。罗梅罗身为恶魔巫师，作恶多端，曾被忍者神龟击败过一次，并送往了白垩纪。萨万蒂通过冷冻与苏醒的法力，最终在14世纪醒来。恶魔巫师长期筹划复仇，没想到机缘巧合之下，忍者神龟这么快又出现在他面前。罗梅罗立马派遣武士乔特与忍者神龟展开激战，过程冗长且涉及大量不关键配角群像。武士乔特不是2期漫画主角，战斗篇幅较少，不展开细讲。故事最后，忍者神龟战胜恶魔巫师，与武士乔特化干戈为玉帛。作为对萨万蒂的惩罚，雷尼特用时间权杖再次将他送往数百万年前与恐龙作伴的时代。忍者神龟们则与雷尼特以及武士乔特互道告别之后，回到现代。在雷尼特的帮助下，武士乔特被送往了另一个未来时代的星系，开启了新生活。漫画故事的结尾，武士乔特惊呼未来世界高科技文明程度，唏嘘不已。有趣的是，该画面中出现了一位熟悉的面孔，一位长得像考拉的外星人。他是作者 Michael Dooney 另一部漫画作品 Gizmo 中人物，名为 Fluffy Brockleton。作者在社区交流栏目中向读者们暗示，计划让武士乔特出现在未来 Gizmo 漫画连载中。遗憾的是，这份愿望终未实现。这也是武士乔特最后一次出现在漫画粉丝们的视野，从此销声匿迹。时间来到1994年，玩具公司 Playmates 意外地决定出品乔特的可动公仔，不过名称外观都做了改变。首先，名称从武士乔特变更为了将军肖特。其次，外观上加入了不少日本甲胄的元素，强化忍者神龟 IP 特色。玩具包装盒是挂卡形式，卡背简介了角色起源故事。最大的改动就是肖特变成了施莱德的手下，即便还是忍者神龟的劲敌，然而角色风格变得较为低龄滑稽。2期漫画刊物加一款90年代玩具。此后，乔特或是肖特再没有受到市场上的关注。不过很显然，有一家美系玩具厂牌没有忘记他。别名龟厂的 NECA 眼中没有冷门角色之说，也不像 Playmates 那么保守，只要漫画里有的人物敢出敢卖。让我们一起来会会这位忍者神龟 IP 幻影工作室漫画线迷失在历史时空夹缝中的过客武士乔特。
本品整体手感保持了 NECA 厂牌一贯风格与幻影工作室漫画线的一致体验，重造型、轻可动、扎实的实心塑料与漫画线条表达，向来是 NECA 为漫画粉丝们提供的独特魅力。作为绝对冷门角色，武士乔特被商品化的机会极少，除了1994年玩具挂卡之外，以 Action Figure 商品跟玩家们见面，事实上隔了31年。好在厂牌没有辜负玩家们长期的等待，本款武士乔特的完成度相当之高。外观涂装是 NECA 的强中强，武士乔特暴龙身形、皮肤纹理、服装裁剪、武器质感、斗笠建模、火把材质、围脖布料都相当讲究，看不见其他美系厂牌能有如此追求。涂装方面也无可挑剔，洗漆、面漆、金属漆一顿分色高光加点缀，细到乔特腋下裙底内侧的皮肤鳞片都是片片清晰，就不赘述正面上色区域一眼看到的种种惊叹。毫无一期，精致到不像美系玩具，同时挂漆非常牢靠，随意掰扯。配件是 NECA 全产品线的主要卖点，主打丰富实用，全可上身。3对手型足以应对所有战斗姿态，2把主武器长短有别，麻绳纹龙，斗笠搭配软胶绳扣，布料围脖厚薄适中，两者轻松上头。火把透明材质，红光一打，气氛拉满。不过产品最惊喜的还是具备魔术贴的松紧腰带，真实物料还原武士是如何腰间斜挎武器。测量角色身高，武士乔特头顶7寸出头，标准 NECA 尺寸。与同系列三角龙战士雷尼特对比，与同系列忍者神龟四龟对比。小结而言，武士乔特作为 NECA 幻影工作室漫画线年末收官之作，确实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惊喜。外观造型、涂装层次、配件玩法都彰显了厂牌最高规格的待遇。我个人坚信，幻影工作室漫画版的造型追求一直是 NECA 全产品矩阵的冠军定位。哪怕最为人诟病的可动弱项，将武士乔特视作手办小雕像的话，也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。考虑到市面上武士乔特可选商品之少，本品就是最优选项。我很庆幸 NECA 持续深耕幻影工作室各种漫画冷门角色，该产品系列值得持续更新。POTYSUP 是档探索玩具乐趣的体验型节目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咱下期见。